OK，大家好啊！上次的视频我们说了 Scrum Team，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再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哦，对这期的理解会很有帮助呢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是 Agile，应该怎么念？敏捷开发流程。那说到敏捷开发，不得不先提一下 Waterfall， 就是瀑布式开发。那这是先于敏捷开发的比较传统的老的开发方式。瀑布式开发呢，就是要让完整的产品按照线性的顺序做下去，收集需求、定义、设计、写代码、测试、上线，一步步来做。做完一步呢，才做下一步。这个流程就像瀑布一样下流，流下去了，这样就有很大的一个风险。为啥呢？就说不定你大半年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完整是完整，但早已经被市场和技术所抛弃了，没人要用了。所以呢，就需要更加灵活可变的敏捷开发 Agile。而敏捷开发呢，则是从最精简可用的产品 MVP Most Valuable Player 不Minimum Valuable Player 也不对，Minimal Viable Product， 也就是最精简可用的东西。一点点叠加。上次我提到我工作的呢是在 Scrum Team， 那这个团队呢就是按照 Agile 思维中的 Scrum 的框架方法来工作的。那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抽象？我来说下实际应用场景。那我们每2周呢会开发上线一个可以用的功能。那这样从最开始的非常简单的一个乞丐版青铜段位的一个产品啊，每2周叠加一个功能，每2周添加一个。那渐渐呢，就变成了一个丰富强大的王者段位，而这个每2周的开发上线就叫做 Sprint 冲刺，而每2周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呢，则是从 PO 的 Backlog 来的。那期间涵盖了调研、设计、测试等等，这我在上次的视频当中已经提过了，大家可以再去看一看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要以这个2周为单位来叠加功能呢？因为这2周内做出来的都是轻量化、精简的功能。目的就是为了上线试试水，看看用户数据反馈和市场表现。那表现不错呢，那我们就继续做。表现不理想呢，就要及时的对下一步做出调整的。换句话说，瀑布式开发更像是一步大劈叉。正所谓不可卖大了，咔，容易扯着蛋。而敏捷开发就如凌波微步，那每一小步不断试水，灵活调整下一步的走向。而凌波微步的打法呢，更适合现在多变的互联网世界。作为设计师呢，我在构思设计的时候呢，也要考虑到凌波微步这样的敏捷开发方式。我上次的视频中呢，就打过比方，设计呢就像宠物小精灵、口袋妖怪一样，初期像皮丘 MVP Minimum Viable Product， 功能简单能用而已。用户数据反馈不错的话，那继续增加功能，完善用户体验，然后进化成皮卡丘。就这样2周一轮，不断调整完善，一步步直到进化成雷丘完全体，方便你理解吧？你想想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使用微信有哪些功能？就是聊聊天而已，对吧？那后面不断增加了微信支付啊、地图啊、小程序啊等等等等，一步步累加上去，也是差不多的思维。当然，我不能任由设计无计划的随意发展。想加按钮就加，想改变使用步骤就大笔一挥。不，这样后期的改动呢，可能会推翻前期完成的架构。导致程序员得推倒重做，所以这就需要我初期在心中已经模拟好、考虑好设计会进化的各种方向，后期的设计也不至于推翻前期的地基。皮丘得长成雷丘，总不见得长成妙蛙花吧？本期视频就到这啦，下期视频我来聊聊我作为设计师2周的工作日常，能帮助你更好的理解 Scrum Team 和 Agile 的敏捷开发方式。好了，拜拜。不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周5不见不散，拜拜。